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《DOTA 2新手教学视频》啊。咱们今天开始就要做7235的这个英雄教学了。然后第一期咱们就银河版本啊，做一下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法坦型的英雄的代表，就是这个非常老牌的一个法坦死亡先知啊。好的，死亡先知这个英雄是一个远程智力的英雄，其实他的成长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力量2.9，敏捷2.0，智力3.0啊，然后就是力量跟智力的成长都非常优秀，对吧？然后初始攻击力6，距离600非常的出色，对吧？然后攻击力52点略显低，3点护甲还行啊，290的移速比较低啊，是吧？这个290的移速是比较低的。然后初始身板吧就那样啊，也不说优秀，也不说烂吧，他毕竟是一个坦克，一个法师，对吧？主要还是看技能嘛。啊，一技能这个地血虫群啊，就是向前放出一个波啊，其实跟火女那个差不多，你们就这么理解就行了。很简单的一个原始型的技能，就是放出一个波，让敌人受到伤害，没了啊，就没了。然后它这是一个就是偏锥型的，你从这个从这个施法距离上能看出来，它是一个偏锥形的一个波，然后1级85伤害，满级325伤害。那个优秀的点就是它的 CD 啊，升满了之后有6秒的 CD，所以这个技能是死亡先知在团战之中的伤害利器的一个波打一个 AOE 的范围325的伤害，其实很高，并且可以靠这个技能来刷线刷野，它的刷钱速度是有保证的啊。就这个技能很简单，不用多说啊。好，二技能沉默魔法。就是这个技能吧，有一点蛋疼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及时沉默。你像那个小黑那个抬手和那个技能生成就非常的快，这个是向前扔出一个球，而这个距离越远，它的这个沉默的时间可能要越长，对吧？你看，如果是非常近的话，你看立刻就沉默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极限的范围把它扔出去，比如说我要扔到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。啊，很明显，这个球要飞行很长时间，到了终点它才会爆炸，爆炸开来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个沉默，对吧？之前就觉得这个技能很蛋疼，后来是在如今的版本就是7235，它增强了一个就是说是减速，1级有10%，满级有25%的这么一个减速，这个还不错，算是一个补偿。沉默时间非常的优秀啊，1级3秒，满级6秒。然后在团战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这个技能升满了。有6秒钟的大范围沉默，因为这个范围还蛮大的，对吧？6秒钟大范围的沉默，附加25%的移速减缓，让敌人既沉默又走不动。其实，在团战的时候还是非常厉害的啊，就是有弊有利吧。厉害的就是沉默时间带减速，那个弊就是需要一定的飞行时间啊，然后才能够产生沉默效果。你需要一定的预判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技能。好，三技能啊，吸魂巫术，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吸血啊，你这么理解就是吸血，就是你可以把敌人的血吸过来，敌人掉血，你加血来，咱们多升几级啊？就比如说看一下这个，好，现在呢，咱们创造几个英雄，对吧？创造几个英雄，然后随便再来一个吧。好，这俩英雄咱们都升一下。它这个技能是有点数的，升满那个1级是1个点数，升满了是4个点数。升满之后呢，就是有100伤害，那也就是100吸血是吧？然后持续6秒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对，然后敌人打他，咱们给他升点被动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可以吸他，可以同时吸2个人啊。在这种吸血的情况之下呢，你的这个血就疯狂的往起抬，然后敌人就疯狂掉血，然后同时呢，你看你还可以进行攻击和放技能。啊，敌人疯狂打你，大家都没有装备嘛，其实差不多，大家都没有装备，然后敌人疯狂打你，但是呢，我的血基本上不掉，还往起涨啊，这是这个技能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了。然后他在团战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说他是法坦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技能存在的这个原因啊，所以说他不光是可以对一个人释放，也可以对多个人同时释放，但是不能对一个人同时释放4次啊，就是不能对单一目标多次释放，可以对多个目标同时释放啊，就是这种。所以说，在团战的时候，如果敌人先手你将你打残了，只要你能够反手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把 BKB 啊或者风杖之类的一开，比如说我有个风杖啊，找个风杖，哎，就是这种道具，敌人好不容易把你打残了，对吧？然后先手控制一来，然后你马上在残血的时候醒了，对吧？但是你已经非常残了，怎么办？吸3个人。这个为什么又吸到？无所谓了，落地血就满了，对吧？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可以在团战的时候利用一些保命的装备，或者说队友跟你的一些配合，队友可能也有一些反手性的技能，对吧？你先吸血，然后队友反手技能交上你，你先吸血，然后反手技能风杖吹自己 ，BKB 一开，诸如此类的都可以，然后能够让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直接把血吸满啊，这个非常的厉害啊。然后对线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去欺负
敌人，就是比如说你对线的时候打一个近战啊，近战想跟你拼补刀，你不要跟他拼补刀，那个因为 DP 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攻击前摇很长，并且这个弹道飞行的速度很慢啊，这是非常蛋疼的。那么对线的时候应该怎么打呢？就简单来说，对线敌人想跟你拼补刀，你就吸他的血，然后他可能只能被迫到跑，对吧？你一边吸一边 A 他，然后把他赶出这个兵线区，哎，他跑了，你回来再补刀啊，就是靠这个技能来打对线的，非常厉害啊。好，然后来看大招。大招就不用说了，招牌技能，好吧，招牌技能就是一开启身边会产生非常多的鬼魂啊，然后呢，一级是8个魂，满级是24个魂，然后呢，这个每一个魂有64点的物理攻击力啊，然后呢，并且你开启魂之后，这个有一个额外的移速加成，就是首先你学了就有一个被动的移速加成，比如说现在我把风筝扔了，你看现在一学就有324了。对不对？就刚才一开始说不是说它那个移动速度非常慢嘛，但是你学了以后就有一个被动的移速加成，咱们把它点满啊。你看现在324、336、347，哎，对吧？就是你随着等级的提升，大招的提升，所以说大招对它的提升非常大，你的这个基础移速就会很快。如果再配合一些简单的装备，比如说相位鞋呀，或者说是飞鞋呀之类的都行啊。然后那个再配合一些风杖之类的，你的移速就很快了，因为满级550嘛。并且这个大招一开，还有一个额外移速加成，就是被动是20%的提升，一开还有一个额外的16%的提升，一开544啊，就跟550其实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因为满速是550嘛。你在团战的时候，你就跟疯狗一样，并且呢，你这个沉默一减，敌人减速，你加速，对吧？你追着敌人打就行了。这个鬼魂，如果你不攻击敌人的话，它是自动攻击周围的单位的。但是如果你一旦用了技能，或者说是普通攻击打了谁了，这个鬼魂会比较集中的去打你之前攻击过的目标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说这么多鬼魂，突都在打他。你想，一个鬼魂是64的攻击力，现在我有24鬼魂啊，然后我这些鬼魂同时击打一个英雄。打一轮，哇，那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很简单的24乘以64的这个物理伤害，所以说它这个输出是非常非常高的啊，并且呢，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技能去打塔，哎，然后那个打塔，然后而且呢，就是你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啊，会获得一定的这个恢复量，并且这个小鬼魂结束之后回到你身上会给你回血。就是这个鬼魂回到你身上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血回满了。你这个打的时候，你可能打的自己非常惨，剩1格血了。鬼魂结束回到你身上，血立刻就回满了。所以说，就是他这个英雄开启大招之后，移速拉满，伤害拉满啊，并且还有一定的肉度，同时能对建筑造成50%的伤害，也就是非常高额的建筑伤害。他是一个推进型的英雄，因此他的定位就产生了一个是什么？就是团战 AOE， 对吧？第二个团战法坦，第三个团战推进。就是这么一个类型的英雄啊。好，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英雄的这个再说魔晶跟那个 A 杖吧。魔晶一出啊，它这个吸魂巫术，如果对一个单位持续了3秒，敌人就会被恐惧。看一下。哎，你看敌人就恐惧了，对吧？这个就算是一个控制技能，在团战的时候可以影响敌人的走位啊，影响敌人的持续输出，是吧？算是一个不错的控制点，因为它这个有4个点嘛，然后你并且还能额外的提升1个点，从4个点提升到5个点，出了魔晶之后，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团控型的小技能啊，因为你可以同时吸多个人嘛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类似影魔大，是吧？好，看 A 杖的话，就是出了以后，你的这个普通攻击技能都会造成都会飞出一个小鬼魂，你看一下，哎，我一 A 剑圣，你看有一个鬼魂出去了飞回来，然后这就是这个，并且我一拨，哎，然后就会有一个鬼魂，对吧？如果大家站在一起，我同时拨了多个人，那就是能够同时出3个魂同时打他们。这个吸魂巫术也有魂这个什么沉默也有魂就是这种感觉。就算是我没有大招也一样，胜似有大招是吧？然后这个团战的时候，持续输出力就会提升非常非常多，并且这个打出去的鬼魂造成伤害，返回到你自身的时候，还能再给你回血。于是乎就是更加提升了你的持续输出和肉度就是这个 A 杖的这么一个技能一个装备。好，来讲一下这个英雄的技能加点然后和天赋出装。好，技能加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1级的时候看情况，那个你加吸魂巫术其实就是打对线，因为这个1级85的这个虫群，你学的这个可以用来补刀嘛，就抢一些远程兵什么的。如果是对方是近战的话，你可以学吸魂巫术欺负他
啊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加点。然后如果对方在对线的时候是一个远程英雄，你3级的时候可以学2级滴血重拳；如果是近战英雄的话，你3级可以学2级吸魂巫术啊，就是根据对方的近战还是远程来决定。因为对方是远程的话，可能吸魂巫术的表现力不是那么的好，因为他总是跟你隔一段距离在，就是跟你隔一段距离在补刀嘛，然后对线你这么强行走上去吸，对方可能比较容易挣脱这个链子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是对方是个远程的话，你学这个滴血重拳，不停的放波去消耗他的血量来补刀也是不错的。总的来说，我推荐7级的时候优先把这个滴血重拳加满，因为加满之后，你无论是推线还是打野，都会给你获得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升，能够让你加快打钱，是吧？能够帮你推线打野啊。6级当然要学大了，基本上就是4级滴血重拳、2级吸魂巫术、1级大招，这7级的时候一个比较通用的加点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之后呢，看情况，如果对面的阵容里面有十分惧怕沉默的英雄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就是之前说的什么女王呀、蚂蚁啊这种英雄，对吧？你可以点1级沉默魔法来帮助队友击杀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不点，就是甚至是1-3对点的，然后有大加大，最后再把这个沉默魔法点满，就这样子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好，然后看下天赋，30攻击力跟魔法抗性。这个攻击力就是说是你的平 A 伤害啊，就很简单，平 A 伤害。一般来说是在有优势的时候啊，那个推荐进攻的时候，你可以加这个攻击力。然后如果是对面的技能爆发较高啊，你觉得你的生存环境有点差的话，可以点这个魔法抗性啊。点上这个魔法抗性了，你的这个肉度就很高了。然后再配合这个版本一些比较强势的肉装啊，可能敌人的技能伤害就打不死你了啊。一个是偏进攻，一个是偏防御，都可以啊。不过这个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我推荐你点这个魔法抗性嘛，因为新手的话可能点了攻击力了，是吧？你可能进攻就是走位啊，可能就会比较奔放，容易死，是吧？点这个活下来才有输出嘛，因为 DP 是一个肉核，活下来才有输出。15级减2秒滴血重新冷却，从6秒变成了什么3.5秒了，和300生命值，我还是推荐加300生命啊。这两个虽然说是进攻性很强，但是我对新手的这个建议就是说，让自己无论如何变成一个打不死的肉坦敌人想打你的话，根本秒不了你；不想打你的话，你是一个团战输出巨高的一个英雄，技能输出那个物理输出，对吧？巨高，就是肉才是王道啊。20级吸魂巫术伤害跟治疗跟沉默魔法减速啊，点这个吸魂巫术治疗，沉默魔法减速虽然说看起来很美好，减15%的那个移速，从25%变成40%，就中了沉默魔法就走不动了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贴到他的脸上，用这个恶灵加这个吸魂巫术无限的吸血，无限的打啊。但是这个加30的时候，就是每秒吸130啊，那个一个多30，你同人多3个的话，相当于这个治疗量就翻倍了，是吧？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说这个可能更厉害一点。然后25级的话，加8驱使恶灵数量跟减22秒吸魂巫术充能啊，这个吸魂巫术充能从38秒变成就是减了22秒，变成多少16秒了，是吧？就是16秒一个点，16秒一个点，其实非常的厉害。但是我推荐加这个，因为 DP 它完全打的时候就是看大招的，就是它大招一开冲24啊，就等于说有4级大，它是8、16、24、32嘛，对吧？你加了这个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你等于说是你技能变成4级大了，这个一开漫天鬼魂，哇，那个场景是相当之可怕的，它的总输出量真的不是高了1点2点，所以说我还是推荐加这个左侧这个漫天的大招会更厉害一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打起团战来非常的凶猛就是这种感觉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然后咱们来那个看一下这个装备啊，装备的话，这个版本还是以肉和发育为主，然后鞋子的选择有2个，我不太推荐出动力就是假腿我推荐出2个鞋子，一个是相位鞋一个是这个秘法鞋这2个鞋子都可以。秘法鞋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发育的，因为它在前中期，比如说DP 可以打中，也可以打3。如果你打中的话，可以出相位鞋，为什么？因为打中的话是相位加这个瓶子嘛，对吧？相位加瓶子的话，你是有一个续航的手段的。然后相位鞋的话，第一可以配合你的这个大招那个变相的提升移速是吧？能够让你无限的顶对方的脸，并且加这个护甲也非常的关键，加4点护甲可以让这个智力英雄的 DP 那个护甲在前期及格。但是如果你是打3号位的话，由于你3号位出瓶子收益不高，对吧？你缺乏一个续航的能力，这个版本秘法鞋又非常的强势，能够加这个0.75的这个魔法恢复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然后能够不让你在边路的时候也能获得一个高额的回蓝，能够让你不停的放这个滴血重拳。然后像这个
装备的话，前期可以出这个护耳之类的啊。然后挂件儿其实不是特别推荐，就护耳我可能觉得会更好一点吧，因为毕竟肉嘛，对吧？肉了就行。咱们接下来说重点了，这个版本几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装备，一个是这个炎阳文章啊，炎阳文章这个版本是由这个长盾和这个王冠。风灵之纹，共同合成的，一共是2700块钱。我的理解就是之前版本的这个先锋盾啊，先锋盾是1700块钱，不是那个，但是现在先锋盾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作为一个远程英雄啊，它不太好用嘛。然后这个炎阳文章就非常适合它，6护甲。6全属性，首先它是一个智力英雄，对吧？缺护甲，6护甲6全属性，通加6，力敏智，是吧？然后加25移速，刚才说了，它是个冲脸肉核嘛，配合这个大招移速非常快，300生命值，200蓝，然后并且你可以主动给自己放，主动给自己放的时候呢，看能够首先吸收物理伤害，然后并且获得一个15%的额外移速，就是再获得15%移速跟70攻速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所以说它的这个攻速就非常快了。因此我刚才说，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你可以点这个12%的魔抗。如果你觉得你打了 DP 打得不错了，你可以加这个30攻击力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护盾给自己一点，有70的攻速。这攻速就非常非常快了，对吧？非常快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一个输出，然后并且还有一个400的生命护盾啊，这个护盾在前期能够给你带来非常多的肉度，它这个 CD 有16秒，持续时间有8秒，也就是这个团战的时候，你可以靠这个技能在团战的时候放至少2次，能够为你吸收巨量的一个输出，它的属性，然后它的主动释放的效果都非常非常适合 DP， 简直太适合了啊！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。买一个铁衣头盔，然后铁衣头盔和这个王冠，然后合成一个纷争面纱1725，非常便宜，对吧？非常便宜，但是属性爆炸好，又加5全属性，这是通加6，对吧？这是通加5，光这俩就通加11了。然后这个加6护甲，这个加6护甲，两个就加12护甲。也就是说，你看现在我 DP 光靠这2件装备就获得了额外的12护甲，对吧？在20多级的时候，16加12，对吧？直接是28点的甲。你几乎不用补什么板甲呀什么的，你的护甲就已经很合格，而且再加5的生命恢复，这个合成也非常非常平滑，而且有一个就是弱化冲击，就是说是你可以使900范围内的敌方单位受到的技能伤害增加10%。这个就是说是新版本的这个小西瓦嘛，你一合团战的时候，无论是你所有的技能打到敌人身上，就会让敌人打得更疼啊，这个非常的好。然后后期了，你还可以把这个合成西瓦更厉害了，对吧？通加8，然后8的生命恢复加20的护甲，主动一开是吧？然后呢，能让敌人减速，配合这个减速，你看敌人根本就走不动路，对吧？就是那个西瓦的减速和这个沉默的减速，敌人就走不动路了。你可以随便往敌人脸上顶，然后并且还能够降低攻速、降低治疗啊，反正就是非常适合嘛。这一套很平滑，因为它每一个装备合成的什么都是平滑，对吧？这都是小件儿，长盾都是一堆小件儿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王冠450、250、600，对吧？都是一堆小件儿，你合着就是越打越厉害，不需要有什么真空期的这种感觉，除了这个西瓦卷轴啊，然后。后面的装备你看着出，就像刚才说了，咱们说这个出这个风杖，或者是 BKB 2选1都可以啊，就是风杖和 BKB 是2选1的，风杖就便宜一点，2600，这个是4050，根据情况来看，都是说你团战的时候开着 BKB 往前顶，不会让敌人打断你。如果敌人控制非常多的话，你往前冲的话，吃个羊或者吃个穿刺。吃个什么强减速，你可能就走不动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 BKB， 但是对面如果是那种肉核冲脸的话，你可以出个风杖，敌人把你打得快死了，吸3个，对吧？风杖一开，然后落地是吧？西瓦一开就是反打是吧？这个就很厉害。根据情况，风杖 BKB 2选1，就是都是你的保命装吧。好，然后最后还有什么装备可以选？我推荐就比如说是刷新球，刷新球的话2个大，2个 BKB， 对吧？2个西瓦，那个你们懂的，就是 DP 它完全就是靠这个大招来定的，就是打叔说的嘛，你有了刷新球了，你就有2个大招你的这个团战的威力就再也不怕有真空期了，而且这个大招刷新球是可以刷新这个吸魂巫术的团战8个吸魂巫术点，你怎么死是吧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然后后面的装备就看情况了，就比如说玲珑心也行啊，玲珑心一出的话，就是所有的技能 CD 都变短了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也变短了。总的来说，前几件就像这个西瓦的配件就是这个纷争面纱带炎阳文章，然后带护耳、大魔棒、那个什么风杖这种小件的组合是 DP 版本强势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因为这些小件的装备使得它的前期的真空期几乎没有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打架，随时都非常非常的肉，有大推进，没大推线就是这个话，有大了。叫队友来，我有大了，跟你们一起推，对吧？没有大招的时候就自己推线打野，推线打野加速发育。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
这个 build 的这个配置啊都非常的平滑。这个魔晶看情况啊，不是特别推荐主动买，它的这个提升虽然说有，但是不是质变。A 仗的话，如果你们队伍中缺输出，而不是缺一个肉核，比如说你们就是说是，我觉得队伍中确实输出有点欠缺了啊，你出个 A 仗能够极大的增加你的输出量。最后了，你可以把这个蓝鞋，对吧？合成一个这个大秘法啊，就是大梅肯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能够解状态呀，能够增那个团队回复，配合风杖可以有双驱散啊，两个驱散的话，那个你就不怕什么减速跟沉默这种技能了。它的出装的整体的流程就是偏肉核的啊，就是这么一套装备。具体情况咱们来看实战吧。接下来咱看实战啊，实战中英雄怎么玩的。